Hello， 大家好，我是伟权，欢迎回来我的频道。那我在日常生活里就时常会被别人问到，如果我的八字里面缺乏某个元素的话，那我是否在我的衣服上或者家里的一些装潢、地毯、床单这些东西呢，都要换成那一个缺失的那个元素的颜色？那这里呢，我可以非常的直接给大家一个答案，就是颜色呢是跟你的八字没有任何的关系的，所以呢，不要再去思考要每天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或者呢，你的地毯还有床单呢，要配合你的八字来进行任何的改变。如果你真的要我说的话，其实呢，颜色在影响你个人或者你的八字的一个程度上应该只有0.01%。所以呢，如果你感觉呢换了那个颜色对你会有帮助的话，就是那0.01%的帮助的话，那当然你也是可以做的啦。但是呢，我会觉得你去改那个颜色，或者呢，你利用这个颜色希望呢可以来改变你的一个运势的话，那可能呢你就要非常的失望啦，因为呢这是做不到的一件事情。那到底呢，如果我们八字里面缺失某一个元素，或者呢某一些元素是我比较需要的话，那我可以怎么做来弥补这个元素呢？今天这个视频我们就来谈一下，到底要如何不是通过颜色来弥补你的五行，而是用一些正确，我们用真正对你有用的一个方式来弥补这些元素。我们比较简单，最可以核心掌握的一个方法，就是你要先理解这个五行的特质是什么。那所谓的五行呢，就是我们的木、火、土、金、水这5个。那你们呢就要知道这5个元素呢，它们各自所代表的一个特质，它们的一种状态，或者呢，它们在这个我们生活在大自然里面呈现的一些动作或者一些形态到底是如何的。当你真的理解他们的一个形态过后，你呢才有办法把它们引入到你的生活里面。那我们缺失一些五行其实呢就是要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让它重新进入我们的生活里面，而不是通过颜色啦。那我这里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来看水这个元素的话，那如果你八字里面是缺失一些水的元素，或者呢你觉得水是你很重要的一个五行元素，你需要引入在你的生活里面的话，那你就要去想这个水呢它所呈现的一个特质，或者它做的一些动作到底是如何的。那水我们在八字里面它代表的是一种非常流动、非常灵活多变的一种能量。那在大自然里面你其实就很容易可以观察到这个水的一个动作，对吧？我们可以看河流湖泊、下雨或者有时候我们观察云、我们的雾气，这些呢都是我们水它经过不同的阶段的时候所呈现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非常的流动，然后可以多变很多不同的形态的一种能量状态。那所以呢，如果我们要把这种的特质介绍或者带入进我们的生活的时候，可以做得比较灵活一点点。我们对生活上很多的一些安排或者一些生活作息我们都可以呈现比较灵活一点的一种态度。我发现有些人对生活呢是非常一板一眼的，他们非常的死板，他就觉得呢，我早上7点就一定要起床，然后呢起床过后我就一定要做某一件事情，好像去吃一个早餐，然后呢再开始他一天的这个工作或者生活。那水呢，它就可以跟你说你呢能不能有偶尔呢让自己有一些新的
行程或者一些新的生活方式，让自己呢比较灵活一点点。可能呢，你今天朋友突然间6点的时候打给你说，我们今天去跑步可以吗？我们一起去跑步吧。那你就要说可以啊，那你就要比较灵活一点点。这是生活方面的。那如果是居住环境的话，我也会觉得你可以选择一些城市或者一些地区呢，它的人的流动性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可能一些大城市，或者呢有很多人来人往的商业区或者住宅区，都是比较符合这个水的特质。那当然啦，如果你居住的地方附近有一个河流、有湖泊、有什么甚至大海，但是从风水上来讲有海的话不是那么理想，所以呢，我们会尽量不要选海，我们可能选河流湖泊都可以。那这些呢都可以给你带来水的一些特质进入到你的八字里面。那在工作方面你也是可以一样用同样的一种方式去引入这个水。所以呢，你在工作方面你可以选一些比较快速、很流动性很大的行业或者一些工作性质来作为自己的一个主业。那通常呢，流动性比较大的，就好像我们的物流或者对人的一个行业，可能你每一天呢都要应对非常大的一个客户量，所以呢，可能是做销售的、对外的一种公关的，这些呢都是非常大对人有一种流动性的工作。那另外呢，也有一种好像我们的超市、百货商场，他们在销售的那种快速消费品。我们英文叫 fast moving consumer goods， 这些呢都是非常匹配这个水的一个特质的行业啦。所以呢，你们就要去知道这个五行的特质是怎样，然后把它带入到你的生活里面，可以是你的一种生活态度，你生活的地方，或者呢你工作的一个特质，你的一个内容是什么，都可以利用这个方式来引入更多的某一种元素啦。那我刚才举的是水的一个例子，那我没有办法呢一一的去举所有的元素的例子啦。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当然可以来上我的课程，课程里面呢都会介绍不同的元素，它是一个怎样的特质，然后怎样引入到你的生活里面呢。这里呢我就大概给了大家一个小小的总结，我们这个五行它们所带有的一种特质，自己去进行一个思考，去举一反三，去思考要怎样引入这些元素在你的生活里面，那你就可以弥补八字里面缺失的那个元素了。好，那这是比较简单、很容易也很基础，但是又很核心的一个引入五行元素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总结来说的话，我们在玄学里面会把颜色呢视作只是一种象征性的符号，它只是一种代表，或者呢让我们容易辨识的一种符号，但是呢它并不是真正带有能量频率的东西。所以呢你无法呢通过这个外在的颜色来影响你八字里面的一个五行能量的状态啦。甚至其实呢我也会时常觉得，为什么水的颜色就是蓝色呢？因为你认真思考的话，其实呢水的颜色是透明的，对吧？它是没有颜色的。所以那你要穿一个透明的衣服吗？那所以如果下一次呢又有人跟你说你今年呢应该要穿什么颜色的话，那你就知道他是不太理解这个五行的能量到底是什么了。不过呢我有时候也会觉得因为呢要理解这种真正五行元素的一种特质不是每一个人都那么可以容易掌握到的一个东西。所以呢很多外面的这个市场他们就会用一种非常简单或者一种简单粗暴、比较肤浅、比较表面的一种方式来告诉大家，你可以通过这个颜色来改变你的运势或者改变你的八字。但是呢我们作为这个
行业里面的人，我就会非常的诚实告诉你，其实呢，这个是没有太大的一个作用。我们颜色呢，只是颜色，它更多呢只是一个符号，它只是一个代表。但是呢，它并没有太强烈的那一个元素的能量频率了。OK， 好，那本期视频呢，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分享，还有留言让我知道。那我们下一个视频见，拜拜。